凤七七，你说他们大清早的来我宫门口站着，多可怜呐！要不就免了吧。没事儿，让他们多站会儿，就当着锻炼身体了。凤清浅当然知道他的目的，明幽立马来了主意。不行，那他们多可怜呐！这要是到了寒冬腊月，不得冻死啊！说来说去就是他赖床不想起来。他们皮厚，要起早，臣妾做不到啊！这上5天课，好不容易不经受太傅的摧残了，还要我早起。凤七七，你太狠心了！明幽抓着他的衣裳，要不你别让我去上学啦？做梦！哼，我还是不是你最心疼的小可爱？不是。凤七七，你真是有了新美人，你就不爱我了。小丫头一脸怨念，是什么都没用。明幽爬在她怀里，吧唧亲了一下她的脸。我好不好，凤七七？凤清浅心忍不住动了一下，眸光变得深邃起来，几乎是心一软的便要答应了。可转念一想，不成，若每次都被这小丫头吃得准准的，那还了得？哼，凤七七，你白占我便宜。这是你自己亲的，朕还没说你猥琐朕呢。你还要点脸吗？你一个老大男人，说我一个小姑娘家的猥琐你？清冷脸上带着傲娇，明幽磨牙，恨不得咬死他。反正你就是白占了便宜，堂堂帝王还要不要脸？那朕索性给你便是。明幽一懵，立马兴奋起来，水汪汪的眼睛充满期待。凤清浅俯身，重重的在他那粉嫩的樱花唇上亲了一口。好了，扯平了。你怎么亲一下嫌不够？那朕勉为其难的多亲几下，还你便是了。打住，不用。那得背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太傅，学生挨饿受冻倒是没有什么，只是宫里陛下还等着学生用晚膳呢。这要是迟了，饿坏了身体，可如何是好啊？你只管背你的，便纵是天王老子来了，你也休想提前走。凤清浅故意咳嗽了2声，走了进去。也不知朕的面子有没有这天王老子大。李太傅，朕口无遮拦，还请陛下恕罪。只是小殿下的空课本来就落后许多，如今还一昧的多懒犯困，正所谓是玉不琢不成器。可朕就是喜欢这未经雕琢的璞玉。话里带着不容拒绝的威严。明幽欢呼着跟凤清浅走的，一路拽着他的袖子。凤七七，你好厉害，做皇帝真好，什么时候我也能体会体会呢？若以后你争气些，说不定就可以训斥皇帝。那要到什么时候呢？是要我读很多书吗？等你长大就明白了。凤清浅看了一眼年幼的小丫头，她说的是皇帝，可没说是这任的还是下任的。等他成年了，多生2个，以后他们的孩子做了皇帝，他当然可以教训了。哼，凤七七，哪个倒霉鬼惹你生气啦？丝毫没有，这个倒霉鬼可能是自己的自觉。可瞧见桌子上的东西，明幽呆滞了一下，随后就想跑。长风，关门。凤七七，你听我说。那小狗腿的眼神差点没给人家跪下了。凤清浅缓缓逼近，阴森的眼神盯着他。女皇陛下。明幽的心唰的一下子提起来。我说不是我写的，你信吗？凤清浅的目光斜视着他，明幽咕叽咽了一下口水。陛下，这都是一个误会呀！你不知道我被绑架了，有妖怪绑架了我的灵魂，他残暴地践踏了我的灵魂。凤清浅还是阴沉的目光，明幽编不下去了。凤七七，你听我说，这都是误会呀，天大的误会！我在说反话呢，怎么会忍心让你为我端茶递水、捏腰捶背呢？我就是想体现一下你能文能武，文武双全，
长生不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还打得了妖怪。明优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哦，要知道这些个老东西会把试卷拿给凤七七，他真的一定说反话的。朕还真有必要让你知道一下，朕是否是文武双全。菜好吃吗？哎，皇帝的女人真不好当啊，做皇后好难呐。站着多不好吃，不如你坐着吧。明优差点没被他气死。哦，凤七七，你过分了！正打算怒吼2嗓子控诉他的，瞧见了他那诡异的冷笑。不了，我觉得站着好吃，有助于消化。哦，既然皇后喜欢，那以后便撤了皇后的位置，站着吃饭吧。明优听到他下的噩耗，呆若木鸡，心里的小爪子已经疯狂挠了凤七七不下800遍了。哦，凤七七，你还是不是人啊？这么惨无人道的虐待一个小孩子？你好，这声好是冲着疼得发麻的屁股说的。明优磨牙，凤七七，这个梁子结大了，他要在小本本上记一辈子。这个月的肉菜也不必上了。明优气吼吼地看着他。好。凤清浅有些惊讶，对于肉食动物的明优来说，不给吃肉简直要他的命。凤七七，你这个暴君，我跟你拼啦！你这么狠，竟然用下巴暗算我！凤清浅无话可说了，两人这一番把小顺子吓得看凤清浅也不是，看明优也不是。陛下，殿下，这块传太医，长风侍卫。不必了，你屁股还没被打够。明优这才抽抽搭搭的老实了。凤清浅给他轻轻的揉了揉。凤七七，你这个大坏蛋！朕不是有意的，你撞在朕怀里，朕听到你的闷哼声，想瞧瞧你如何了。朕低头，你刚好抬起头来。你想想，朕真是要收拾你，直接动手不就好了吗？干嘛得赔上下巴？你居然还想打我！眉头拧得死死的，这个小没良心的，他什么时候舍得下狠手了？这还不是他自讨苦吃？然后又压着性子哄了他许久，又给他撤了1个月不能吃肉的惩罚，又给他屁股擦了药。明优擦了药，趴在软榻上不吭声，心里自己个儿默默盘算着，以后长大了可要如何才能逃离凤清浅的魔掌呢？肚子饿不饿？要不朕吩咐给你熬个粥，或者吃点糕点。凤清浅担心他晚饭没吃多少，肚子饿，毕竟还在长身体。明优装作没听见。哎，算了，这小丫头今晚就闹着性子的，若是再惹恼了她，还不知道被记恨到什么时候呢。还疼不疼？凤清浅看着她僵硬地躺在软榻上，明优不理她。凤清浅索性坐在软榻边的地毯上，默不出声地看着她。小丫头以为她出去了，扭头正好对上她的视线。怎么不装睡了？凤七七，你不是说打在我身上疼在你心里？这是真的吗？凤清浅点头。那以后我犯错，你别打我了，打你，这样就疼在我心里了，好不好？不好，你心里又没我。有的有的。那你先亲朕一下，让朕先看看你的诚意。不要。你不怕朕下一次罚你了？怕你又要揍我，我才不上当。凤清浅脸黑成一片。睡觉，不然朕把你的眼睛抠下来，让你变成熊瞎子。凤七七，你还不睡吗？朕还有些事儿，你先睡。明优转头瞧见明亮的烛火下，他那深邃似寒冰的眼睛里带着认真，那白面红唇让明优想起故事里那些蛊惑人心的妖精来着。其实凤七七是他见过长得最好看的人，将来自己会不会长得比他好看呢？若自己长得不是那么好看，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偷偷嫌弃呢？想着想着越发不确定了，要不自己对他好一点儿？可是烛火太亮，
我睡不着。那朕出去看。不要。明幽立刻阻止。凤清浅盯着他，明幽有些不好意思。我屁股疼。那朕再给你擦点药。凤七七，熬夜了人会老得很快，你要是老了，我可是会有很多法子欺负你的，所以你快点睡吧，早睡晚起就会长生不老啦。我可不是关心你哦，你打我这么狠，我都记着呢。好，朕知道。我看你呀，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要是陛下瞧见你现在生龙活虎的呀，保准把你下午就送书院去。我这是内伤，要真是动都动不了了，那就是死了。凤七七去上朝了，最近忙，她没空管我。说着一溜烟就跑了。韩月见小主子跑了，3两步窜了出去跟上。明幽在花丛里摘着花，韩月则是滚来滚去的压倒了花草。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毁坏御花园的花草，不要命了吧？明幽从花丛里抬起头来，他的东西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愣着干什么？见到我们明妃娘娘还不行礼？你这个老乌鸦怎么这么讨厌？你再胡说八道，我对你可不客气了。哼，莫不是说中了事实，皇后生气了？我听闻陛下对你也不怎么样吧？可他忘记了明幽是谁，后宫一霸，向来在宫里都是做螃蟹的，横着走的。哼，我爹说能动手的绝不要嚷嚷这些废话。韩月，咬死这老乌鸦！听到明幽的命令，突然起身窜了出来。救命啊！救命！韩月，他要是跑了，你今晚就别想啃骨头了。哎呦，小殿下，你今儿可闯什么祸？怎么会？我今天很听话。凤七七是要用膳了吗？这货除了吃，还能有点其他的追求吗？别套近乎，朕怎么教你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乖乖做淑女，不许闯祸。你做到了吗？看，做到了呀，所以我今天特意去采了好多花，看，好看吗？哎呀，看来你脑子有些不好使，让明妃给你回想回想。凤清浅看向殿中跪着的人，明幽装作一脸惊讶。明妃什么时候来的呀？你还可以更瞎一点。这店里除了我们俩还有其他人吗？哎呀，小祖宗啊，您可是长点心吧，没瞧见陛下这脸色如何难看呢？你放韩月咬人？我叫韩月咬的可不是人，是讨厌的乌鸦。还敢狡辩，不认错？我没错，谁叫他讨厌来着？谁是他堂妹？谁让他胡说八道来着？陛下，是臣妾不好，不该说是皇后的堂姐的，这才惹皇后生气的。闭嘴，出去！哼！明幽拔腿就跑。明月看凤清浅凶明幽，简直心花怒放。陛下，皇后妹妹她年纪小，您别……滚！凤清浅瞧了一眼门外，这小丫头跑得倒是快。他又没说他，倒是自己对号入座了。摆驾未央殿。臭凤七七，你不信我就算了，还凶我！凤清浅过去时，明幽似一只小乌龟趴在床榻上。出去，我不要看见你。朕是帝王，这天下都是朕的，朕喜欢在哪儿就在哪儿。你若是不想瞧见朕，那可得把眼珠子抠了，眼睛才能清净。这话差点没把明幽气疯。这个老流氓以为是皇帝就了不起吗？可事实上做皇帝还真了不起。凤清浅来到他软榻前，伸着脸在他面前晃悠。明幽充满怨气的小眼神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可又不能拿他怎么样，索性闭着眼睛睡了。凤清浅碰了碰他的脸，那绵长稳定的呼吸声还真不是装的，索性将他挪了个地方，自己也合衣躺了下去，看着小丫头暖暖的睡颜，心情也好了起来。眯了一小会儿，便听到小顺子在窗外小声地喊：陛下有要紧事儿。何事？小顺子小声地嘀咕了几句。凤清浅脸色一变：奴才听见这个消息便赶着来了。可送了太医过去？送了，奴才已经悄悄地送宫中2位可靠的太医过去瞧了。你带些可靠的人去，
将梁生姑娘接到宫里来诊治一段时间。小皇后怎么来了？不进来坐坐？你怎么知道我是皇后的？明优胆子很大，说着话就进来了。你这双眸子啊，和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啊。你还见过我小时候？你都长这么大了，奴婢初见你的时候啊，你才刚出生呢。你是谁？奴婢呀，一个犯了错的人。你胆子倒大呀，很像你父亲，年纪小小的居然敢养狼。你怎么知道他是狼的？这满宫的人都以为他是狗来着。世人愚昧，狼再怎么像狗，可它的天性就是凶狠和掠夺。梁生想到了他父亲，皇后的父亲明大将军可还安好？安好。爹爹去寻腾云村了，过几年回来。自从明优发现了梁生，明优很乐意和他说话，总是隔三差五的来找他。去哪了？去遛狼啊。有理有据，还有物证。可凤清浅还是有些疑惑。凤清浅忍不住捏捏他嫩滑的小脸蛋。不许碰我，我还在生你气呢。不想说话，这嘴巴用来干嘛？不如朕替你给他缝起来。陛下，这玉绣坊的绣娘针法都很好，活也细致，铁定能缝的就像原来没长嘴巴。凤七七，你好无人性，大变态！我嘴巴要是缝起来了，那吃什么？不得饿死吗？明优也不敢捂着嘴巴了，老老实实的吃饭，只是死活不要凤清浅喂。好酸。凤清浅有些心软，夹起一个圆子到他嘴边。明优不领情，躲开了。我自己有手。小顺子算是见识了，什么才叫真正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无论凤清浅怎么样，明优就是不领情。手好酸，我休息会。凤清浅倒是无所谓，反正你今晚写不完是别想睡觉。明优立刻老老实实的写字了。现在手不酸了？明优撅着嘴，这凤七七讨厌起来要人命，若不是冲着他这张忒好看的脸，他一定将他揍成猪头，让他跪着叫女王陛下。瞧了他一眼，好吧，他就是因为怂，打不过凤七七，所以才这般百般忍受的。凤清浅出其意外的耐性好，一直等他写完了，凤清浅起身走了出去。你要去哪？汤泉沐浴。我也要去。想到那温暖带着芬香的汤泉，自己也忍不住有些心动。你不怕水淹了？想起上次扑通滑下水来，有些害怕的，可想到是凤清浅将他捉起来的。那你会拉着我吗？你若好好的给朕擦背，定不会落入水里。明优屁颠屁颠的跟着去了。过来。凤清浅青丝垂落，站在水里。明优转身瞧见那云雾缭绕的汤泉中，青丝白衣露出那白净无瑕的胸膛来。很烫吗？明优心里生出一只小鹿来，小鹿乱窜般的感觉，不知这种感觉是从何而来的。不烫。凤清浅让他趴在自己的手臂上，沉入水里。你试着游，朕会拖着你的，不会掉下去的。明优挥动着小短腿，跟随着手猥琐的一动一动的。摆动要有节奏，不要抢话。狗刨都比你好。明优扑腾了老半天，像是狗刨一样。只要凤清浅松手，他准要沉入水中，自己亲身示范给他看。手臂同时划水，抬头吸气，紧随着，收腿翻脚，蹬夹水，吐气在水中，用力比嘴。明优看了半晌，下水的时候一紧张，又是胡乱的狗刨。凤清浅撒手就坠水。好累呀，怎么还没学会呀？你还是做一只旱鸭子算了。明优无语了。明优泡着脚划着水，等他长大了，不用游泳也可以泡温泉的。你这是在作甚？在参悟人生的道理。胡说，你就是在玩蚂蚁呢，还真当太傅瞎呢。
慕容太傅，这说你瞎，可是纳兰东会自己亲口说的，与我无关。你耍赖！可不就是你亲口说的吗？难道方才说话的是猪，不是你？纳兰东会说不过他，将自己的发钗拔下来，就刺向明幽的脸。我看你脸坏了，还好意思当皇后？还好明幽退得快，这发钗只是从明幽的脖子侧边划过。慕容太傅反应过来，立刻将纳兰东会制止了。你不要命了？敢做这种事儿？纳兰东会更加委屈。你们都让着护着，不就是因为她是皇后吗？不然她这种废柴配待在国学院里吗？因为只言片语的小事伤人，你还有理了？纳兰东会，这是私下也就是你们小孩间的打闹，做的不得数。可若是传去朝堂之上，便是行刺皇族，那便是诛九族之罪了。你好好想想。我也是郡主，我爹乃是两朝元老，也是王爷。慕容太傅被他气得半死。明幽突然拔下自己的珍珠簪子，朝着纳兰东会的脖子便是狠狠的一刮。你干什么？你刚才推我一把，用簪子划伤我，我现在一一还你，也算扯平。哼，我可不是这么好欺负的。慕容太傅，这事儿便算过去了。纳兰东会，你去抄3卷《道德经》来给我，每卷10遍，没抄好不许来上课。纳兰东会委屈，跺跺脚去了。小殿下，你脖子不要紧吧？等着我去给你寻些止血化伤的良药来。还有什么良药是太医署没有的？或者我给你端些茶来，我这有上等的黑茶，我平时都不舍得喝一口的。太傅，我先回去啦。别着急走啊，现在如意姑姑肯定还没回来呢，我们过去坐坐。慕容太傅，学生可从未见过你这般谄媚的样子。朝里都说你刚正不阿呀，有米不进呐，你是不是偷收了纳兰家送的礼呀？瞧你倒是很机灵的，不像个榆木脑袋，可这学问怎么就这么差呀？太傅，说归说，不许人身攻击。学问差怎么了？学问差就该推去砍头啊！好，不说了，只要你别向宫里那位主子说明，什么都好商量。那以后不许罚我。这小丫头本就胆大妄为，这没罚着，岂不是要翻天了？那算了，我这胳膊，我这手好疼啊，疼的书包都背不动了。哎呦！行，我同意了，你别叫好了，不知道还以为我虐待儿童呢。谁折腾出这么一个小祸害来的？亏得陛下还疼在骨子里，这陛下的口味有待考究啊。好了，讨厌鬼也收拾了，没吃亏，这还赚了。以后慕容太傅再也不会罚抄打手心了。小殿下可又是去哪里顽皮了？被树枝刮到的，不许和凤七七说。如意帮着他瞧了瞧，还好不是很严重，可陛下向来睿智，恐怕他进门就知道了。要是被凤七七主动发现了，这就怪不得他了。晚膳的时候，凤清浅进门坐下的时候，明幽低着头先喝起了汤。凤清浅看了他一眼，这脖子被猫挠了？被树枝刮的。明幽乖巧地回答。吃饭。凤清浅回长乐宫处理事宜的时候，顺带叫了长风：“你去查查，今天国学院出了何事？”是。他这堂堂一等侍卫，现在倒成了专职老妈子了，天天围着个小丫头转，管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1个时辰后，今日小殿下和纳兰郡主发生了些矛盾。下去吧。长风有些懵，不需要属下去抓人吗？凤清浅看着书，行刺皇后等同逆谋，属下把纳兰一族的都抓起来再说。谁给他们的老虎胆子啊？连小皇后都敢打。若是依着他平日的性子，恐怕早就到这儿来求安慰诉苦了。肚子里指不定藏着什么小心思，他这才遮遮掩掩的。反正没吃亏，由着他去。凤清浅一语道破：陛下，纳兰那老匹夫人女儿这都打你媳妇了，若不严惩，这以后都敢打你娃。凤清浅冷眼看了他一眼，长风摸摸鼻子就退出来了。哎呦，这真是皇上不急急死太监，这都欺负到家门口了。等，是谁是太监？
凤七七，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下半夜你睡得和猪一样的时候。才没有呢，昨天忙了大半个下午，直到很晚才休息的。你不知道，昨天我狠狠地吓唬了嘉贵太妃一次。朕听长风说了，做得很好，很像皇后。明优被这一顿夸打心底里美起来了。那当然了，我可是最聪明的皇后。将脑袋伸到他面前，撒娇卖萌道：那有什么奖励呀？眼里小星星疯狂涌动。糖葫芦，糖葫芦，一束的糖葫芦。奖励便是朕亲你一口。明优将脑袋缩了回去。这算什么奖励呀？那你亲朕一口。不要。是了，那朕给了你奖励，你不要，便是怨不得朕小气了。明优咬唇，觉得不要又亏得慌，可要了也不划算，于是小脑袋一转，要不你亲韩月一口，或者韩月亲你一口，这样我也不吃亏了。气氛突然变得低沉诡异了。明优迅速反应过来，哒哒的跑着出去了。算了，不要了。先溜为快，按着往常，指不定又多挨一顿揍。凤清浅想到这小丫头清奇的脑回路，古灵精怪的性子，头都有些大了，想拐骗过来亲亲抱抱也没办法。好好闻，好熟悉的味道啊！糖葫芦！立刻睁开眼睛，一滚而起，朝着他飞奔而去。瞧着凤清浅手里端着2串糖葫芦，快给我！明优两眼放光，倒是与韩月瞧见骨头一般了。嘿，朕又没说是拿给你的，你激动什么？明优就馋巴巴地看着他，死死地盯着他盘子里的糖葫芦。你若是哄朕高兴了，便是你的。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明优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里面尽数是真诚，无比的真诚。若不是从小和他在一起，凤清浅还指不定真会被他给骗了。这不算，天天听，朕都腻了。凤七七是整个天下最好看的人，比神仙还好看。明优喂着糖葫芦，努力地拍着马屁。换一个。凤七七你最好了，给我吃嘛！明优抓着他的袖子，像只撒娇讨好主人的小狗崽子。哼，你这简简单单的2句便想吃糖葫芦？哼，你这简简单单的2句便想吃糖葫芦？你乖乖亲朕一口，朕就给你吃。明优吧唧亲了一下，立刻伸手过去拿糖葫芦。凤清浅早就料到一般，将糖葫芦一挪，眼里假装带着不高兴。哪里有这般敷衍的？明优又不情不愿地亲了一口，这弄得朕一脸口水。吧唧又亲了一口。可以了吗？凤清浅怕真的将他惹恼了，眼看便宜也占得差不多了，于是将糖葫芦递了过去。吃吧，小馋猫。明优缩着小脖子，一口一个，吃得心满意足的。吃慢些。等他吃到第2串时，凤清浅又起了逗弄他的念头。给朕吃一个。明优端着糖葫芦往后挪了一步，皱着小眉头想了一下，这万一拒绝了凤七七，以后凤七七不给自己吃，那可怎么办呢？那好，只能吃一个哦。凤清浅张口咬了一个。凤清浅印象中，糖葫芦从未有过这般可口愉悦的味道。看着他一点点地将糖葫芦啃干净，咂咂嘴。有这么好吃吗？当然啦，糖葫芦的快乐不是你们这些凡人可以理解的。胡说八道的歪理念。你看以前那个大憨傻子，傻的什么都不知道了，但一说糖葫芦就不傻啦。理直气壮的嘴馋。陛下，小殿下出事了。凤清浅从睡梦中惊醒，鞋袜外衫都顾不得穿，赤脚奔向未央殿。凤清浅进去的时候，青丝半散着。如意见他过来，立刻劝阻道：“陛下，您先别过来。长风说可能小殿下得的是疫病，与之前的三王妃相似。”顾不得这许多，凤清浅冲过来，坐在榻边，眼里尽是惊惧与担忧。明优小脸通红，嘴里胡说着梦话。凤清浅又是心疼又是无奈，拿着令牌出宫，连夜将许太医和当时诊治三王妃的太医接进宫。迫不及待的神色显示着他的焦虑与不安。到了下半夜时，明优的身上已经不烫了，却冰冷了起来，眼角带着泪，一会儿叫着他爹，一会儿又叫凤七七快跑，有人要杀你。凤清浅握着他的手，不怕，我好好在这儿。清华从柜子里找了一床被子来，巴掌大的小脸在层层被子的叠加下显得更加瘦弱可怜。可明优还是颤抖着说冷。凤清浅索性将里衣脱了，钻入被子里，将小丫头抱在怀里。陛下，若小殿下患的是疫病，传染的厉害，那您更不能胡来呀！您若是出了事儿，这整个天下还不得乱了吗？退下。小丫头身上凉得可怕，似是一块寒冰。凤清浅将她的手握着，反复的搓，咬着牙关，一直给她喝气。没事，不怕。
一会儿就不冷了。不知道小丫头是半醒还是糊涂了，一个劲儿地说话。风琪琪，风琪琪，不哭，我在这儿呢，没事，都会好起来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在安慰小丫头还是在安慰自己。臣见过陛下。免礼，你快过来给皇后瞧瞧，可是三王妃当时染过的疫症。许太医探了脉后，小殿下这热可是突然发起来的，忽而体寒，忽而体热。是，先前一会儿还吐了2次，吐出的东西可还在，让我去瞧下。许太医回来的时候面色忧虑，叹了口气。这殿下病症和三王妃所染上的都是同一种疫病，只是小殿下病症轻一些，就医有及时，所以没先莫已故的三王妃病重。这宫里的东西一向是严格把控的，疫病很难起来，传染源更是难进来。这小殿下是如何突然得疫病？许太医，您可一定要救他，明将军府就他这一个血脉了。听到他得的是疫病，清华想死的心都有了。明丽走的时候特意送了信来嘱咐，千般万般的祈求，一定要照顾好明优。许太医解释，原本他是有把握的，可先前三王妃明明疫病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可不知为何又突然猝发，他去检查过，也不见得有其他的原因。陛下，臣斗胆，请陛下移驾，小殿下需单独移开治疗，免得再和宫里其他贵人传染。长风，你命人将未央殿周围住的人暂时挪开，宫里众人除太医不得随意靠近未央殿。那殿下呢？朕就在这儿守着他。长风想劝他的，可深知他的性子，便不敢开口了。求救的眼神投向清华，陛下不可逞一时之气呀，殿下奴婢们来照顾就是了。若明一早传到朝堂里，怕是朝堂得翻天了呀。他生，朕陪着他；他死，朕也一块陪着。哎呀，这小殿下病症愈发严重了，药喝不下去，这起不到效果。凤清浅瞧着他干裂的唇，才短短病了2日，眼眶都开始陷下去了，伸手端着碗喝了一大口进去，按着明优的嘴，强行给他灌了进去。陛下，这万万不可，你岂不是更容易受染？您在殿下这里切身照顾着，群臣们本就不满了，这传出去，世人该如何说？凤清浅没理会，陆陆续续地将药灌进去。她是真的是李鸿忠灵媒正娶的嫡妻，妻子有难，朕这做夫君的难不成要弃她于不顾？这还是天下人，这朝臣都是些贪生怕死的，就指望自己独活。可您这是天下的君主。许太医是震惊的，这天下人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又有多少如这个少年君王一般，敢为自己的枕边人以身犯险呢？这世人都说他性子孤僻冷清，传闻他谋逆上位，可他倒是觉得他的冷清下也有一腔热血，只不过他暖的人只有一人而已。爹爹，明优小跑了2步，明丽又远去了些。爹爹不要走，我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回去吧，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我不要，我要和爹爹在一起。明丽看着扑过来的女儿，伸手去触碰，却什么也没有碰到。哎呦，你要记着，这天地间万物终究都是要走向该面对的归宿的。这一路陪着你的人很多，终有一天还是要离去的。你要学会面对。回去吧，爹看着你走回去。我找不到回家的路。明优看着黄沙滚滚的大漠，四周天与地相接，除了黄沙什么都看不见。路在你的心里，阿优，跟着你的心走，归途处自然有人等你。明优只好回身继续往前走着，朦胧的泪眼中瞧见一身银白色锦袍的少年。阿优，跟我回去。我梦见爹爹，梦见边关处，后来瞧见是你，我只好跟着你回来了。傻丫头，朕是你的夫君，你不许跟着别人。就算是你爹不行，这皇权必落，你也只能跟着朕。凤清浅心里是惧怕的，若当时小丫头梦里跟着他爹去了，是不是此刻就醒不过来了？小殿下的疫病是好转了，殿下的饮食务必控制在流食，少量食用即可。疫病就是三王妃得的那种吗？许太医点头也不是，摇头也不是。明优突然似受惊的小鹿，用脚踢坐在软榻边的凤清浅。
你快出去，你们快出去，不许待在屋子里。凤清浅企图俯身安慰他，明幽挣扎得更厉害了。明幽哭着，一个劲儿的想将凤清浅推出去。许太医得了疫病要死人的，你快点跟凤七七出去。凤清浅按着他乱蹬的小腿。傻瓜，你不是还好好活着吗？再说，朕是天子，怕什么疫病？三王妃都说好了，可他还是死了。凤七七，你出去吧，我不想你死。来人，叫太医！太医！凤清浅刚准备过来瞧他，嘴边和胸口处还有血迹。这是怎么了？陛下，这梅子有毒。许太医喘着粗气进来的，也顾不得规矩，直接诊脉了。越诊脸色越发难看。小殿下这是中毒了，食物相冲中毒。他可吃过什么？方才就吃了一颗梅子，还没全数吃完，他就说梅子有毒。将清华交到自己手中的青梅拿着，许太医拿到门口仔细看了看，这梅子应该没毒啊。似乎是怕诊断有误，许太医只得收起来，回去研究了半日，差人来告诉凤清浅，这梅子真没毒。此刻刚醒过来不久的明幽听到这个消息，看向凤清浅，我哪知道啊，我吃了梅子就吐血，就以为梅子有毒。凤清浅却望着床榻上的小人发呆，这人是从何处下毒的，又是怎么带进来的？难道未央殿里有内奸？等毒解了，是得好好查查。皇后不用给朕行此大礼。明幽小脸爆红，垂地，恨不得找条裂缝钻进去，绝望地从地上爬起来。殿下怎么会从门口摔进来？大概是晕头转向，有些迷糊了。本宫还以为是本宫住的地方，正要推门进去。明幽十分牵强的解释，总不能告诉他自己是跟着来偷听的吧？将他提出去。还没等明幽反应过来，长风不知从何处窜出来，提着他便出去了。我不要出去！凤七七，你个乌龟老王八蛋，你变心了！负心汉，以前有秘密都会让我听了，你果真是有了新欢忘了旧爱。长风，捂住他的嘴，若再敢胡说，把嘴缝起来。长风伸手捂住他的嘴，明幽口齿不清，没人听得清他说什么，但凤清浅可以肯定，这绝对不是什么好话。这缝起来以后吃饭可怎么办？吃饭的时候拆了就是，吃了再缝起来。明幽就被捂嘴提出去了。老王八蛋，乌龟王八蛋，太坏了，竟然打算把他的嘴巴缝起来。清华说的对，无毒不丈夫，男人心海底针呐。小丫头，恶人自有天收，听说你都被毒死了。几年不见，你越来越老，越来越丑了。哎呦，你这胆子倒是越发的大了，惹到老子不高兴了，就不给你配药了。反正我死了，你也跑不了。你说你这么些年，你心思怎么还这么恶毒？对你这种毒王，用什么都算是善良的。怎么想念老鼠夹子啦？南天莫名其妙的手一抖，想起上次这小丫头怎么对付自己的，心里更加不愿意给她医治了。哎呀，你说你怎么长这么讨人厌呢？一肚子坏主意，小年纪不学好。那你还将我毒成丑八怪了呢？哎呀，这不给你解毒了吗？哼，还有脸说呢？那是我们千辛万苦拿回来的洗眼草，腿都跑断了。现在想起这事儿来，明幽还有怨念，都是这祸害的，还有脸说？那你是折腾我一通，嗨，算是手平了。明幽瞪了他一眼，却不太想和他说话。他可是非常记仇的，之所以不将他往死里整，只不过是因为顾及这货用毒厉害，自己防不住。这不是你家的毒吗？你还不知道怎么解？这毒就算是传到我师尊一脉，后来我师尊干脆不练了，就没教授我师傅他们。想必我师叔也是在秘籍上偷偷学的。明幽觉得自己真是倒霉透了，这好不容易找到什么毒了，可却找不到解药。哼，原来逍遥派真是用毒高手，高到只会下毒，不会解毒。哼，你可以嘲笑我，但不能辱我师门。凤清浅云淡风轻地看了他一眼，呵，敢对自己的小丫头凶，活腻了哈！南天顿时怂了。那是针对你，你除外啊，你可以尽情说，随便说。可别，你把我给毒哑了，再解不了毒，那我可就亏大了。南风撑着笑，嘴角僵硬。怎么会？你这么可爱，心里直嚷嚷：这死丫头，我毒哑了已经算便宜你。瞧着他这敢怒不敢言的样子，明幽乐得跟花儿似的。那这毒药只有你师叔能解，算是吧。
等我书信送我师傅，让他翻找逍遥派的读书看看，可有什么蛛丝马迹。那不是白费功夫吗？等你找到药，我都挂了。一个救人的，一个毒死人的，当然不能比。你不说能死啊？明幽朝着他做了一个鬼脸。将来谁娶了你，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这年纪小小的，满脑子坏主意不说，还特别能损人。你忘记了，我有夫君了，我夫君可是皇帝。明幽突然抱着凤清浅的手炫耀道。南天无语了。倒是你，如今都这么老了，连个媳妇都找不到一个，一定是你长得太丑了。南天越发想掐死他，这小丫头3番2次的说她丑，她能忍吗？能的，能忍，只是迫于某人的淫威不敢动手。凤琪琪，你看她还不服气。等会儿朕把她眼睛抠出来给你踩。苍天呐，收了这对不要脸的狗男女吧。心里咽不下这口怨气，南天瞪着2人时，忽然来了主意，装模作样的看了小丫头半天，坏笑着对凤清浅道：你说是你啊，非得找这么小的丫头娶来做嫡妻，青涩的小伙子也不嫌色口。这宫里有成熟的风情美貌的后妃，你怎么不多去看2眼啊？明幽听得懵懵懂懂的，南天这是嫌他不好看，年纪小，反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明幽伸手朝着他眼便是狠狠一拳，然后气哼哼的走了。第二天早上用膳的时候，南天后知后觉地嚼了一口，发现那白菜老的抽丝，连着吐了好几样菜，都是嚼不动或者难以下咽的。好吃吗？南天恨不得将它揍成猪头。这小丫头鬼主意太多了。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喜欢成熟的，不喜欢小的。那菜也给你做最成熟的。他是万般没想到小丫头能记仇到这般样子，将此事与凤清浅说了。凤清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连个小丫头都能欺负你，还有脸说若不是瞧着你的面子，本宫就早将他给毒哑了。你还有没有王法了？真就是王法。他的小丫头，别人怎么能欺负？算了，惹不起，他还躲不起吗？殿下不好了，陛下身子不舒服，这早朝都去不了了。是被我气的吗？也顾不得听小顺子说话了，明幽撒腿就跑。如意，等会儿我会把小殿下送回来的，你们忙。这话一出口，如意便知道是小顺子故意而为了，连小殿下你也敢骗，闹着不要了。陛下这2天别扭的，屋子都快拆了，可小殿下也是倔的，也不肯低头。这长乐宫都成冷宫了，这快冻死人了。如意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小顺子，你可真是深明大义，所谓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去吧，陛下不会记住你的。等会儿小殿下和陛下和好了，就是你倒霉的时候啦。似乎想到了什么，小顺子忍不住腿一哆嗦，慌了，大步向外跑。小殿下，你快回来，你听我说，我后悔了。明幽推门进去，瞧见软榻上的男子一身白衣，凤眸紧闭，明幽一下子就慌了，哇的一声哭出来。凤七七，是我不好，不该气你的，都把你气死了。明幽的眼泪刷刷的，你不要死。明幽六神无主的，只知道一个劲儿的哭。长风听到他的哭声冲进来，便看见凤清浅无奈地睁着眸子，看着一个劲儿依着自己胸口哭的小丫子。她哭得太专心了，根本没发现自己醒了。凤七七，你别死，你死了我就一个人了，没人要我了。我以后不说你坏话了，也不做皇帝了，你快点活过来吧。眼泪汪汪的小眼神哭的视线都是模糊的，还一个劲儿地抓着他的手。明幽听到他的咳嗽声，被惊醒过来，擦着眼泪，一把抱着他的脖子。凤七七，你个大坏蛋，还好你没死。见他哭成这样，凤清浅只得先安慰他了。等他情绪稳定下来，又开始生气了。凤七七，你竟然装死骗人！早知道我还是当女皇帝算了。朕什么时候说朕死了？凤清浅无奈，这2日他单独睡，没和小丫头在一起，久久不能入眠。正好今早不用去早朝，便睡了一会儿。明幽自己给自己擦眼泪。小顺子说的，他说你突然要死了。长风抬眉，小顺子这胆儿肥了，敢这么说，真是舍己为人呢，太令人感动了。前几日不是还准备和我老死不相往来的吗？
这会儿倒是哭得要断气似的。那是你先欺负人的，还先凶我的。你知道庄妃不是坏人，你还要砍她的头。凤清浅心都揪住了。好，是小顺子不好，等会儿朕就去罚他去洗马桶。陛下，你还要点脸吗？大半夜的不好好睡觉，泡什么温泉呢？陛下，来吃了奴家。啊！凤七七！明幽看着地上的女子，目瞪口凤七七，你还会吃人？凤清浅看着从地上挣扎着扑过来的女子，一脚踢出去，飞快地来到她身边。明幽看了看女子那白花花鼓鼓的地方，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呀？陛下！那声音惊得明幽直起鸡皮疙瘩。你居然要吃了它！然后戒备地挪了2步。你把所有人支开，你就是想偷偷吃人！凤七七，你是妖怪！朕不是妖怪。小丫头单纯的小脸上带着纠结。你中毒了，所以胡说八道。那你怎么回事？不信看，看看女人都能流鼻血，你想流血而死？抑制不住的好奇心，明幽的眼睛被他挡住，人强行被他拖走。你耳朵为什么红？难不成告诉他因为自己吸食了部分唤情散吗？不过明幽也没多在这个问题上纠结。那我们快去找太医救那个中毒的人吧。毒是他自己下的，还有解药。他为什么要给自己下这么痛苦的毒药啊？我看他都快要疼哭了。看到他那粉嫩嫩的唇，忍不住起了歪心思。要不他浅浅的亲一口，这万一小丫头醒了怎么办呢？凤清浅觉得还是老老实实的睡觉算了，要是被这个小丫头抓到，岂不是要笑话她一辈子吗？然后脑子似不受控制的猛地低头吻了下去，浅浅的啄了好几遍她那粉嫩的唇，意犹未尽，脑子一热就偏头去含了她的小耳垂一下。你干什么？凤清浅尴尬的抬起头来，明幽一脸戒备的盯着她，心里惶惶不安。难道凤清浅真是妖怪变的？自己发现了他吃人的秘密，所以要吃了自己？可他怎么没用牙咬，只是轻轻的吸了一下呢？你耳朵被蚊子咬了，朕帮你抓蚊子。真的？这天气还能会有蚊子？蚊子要入冬才没有的。我还以为你要吃人呢，我刚才又梦见大灰狼了，它张着血盆大口来咬我的耳朵。凤清浅内心一口老血喷出来，他是想将这小丫头拆穿入腹了，可还不到时候啊！我这人脑子笨，总是记不住东西。你放心，我今晚见了你，一下半夜就忘了。你别杀我灭口啊！明幽绝望感涌上心头，他几年才出一趟门，出门就遇到刺客，还有比他更倒霉的吗？男子捂着胸口，眉头拧得死死的，似是伤口裂开了。叫你不要太激动嘛！是你给我挠裂开的。明幽自然是不信的，可男人幽怨地盯着他的手，明幽瞧见自己指甲上确实沾着血的，而且还不少，立刻惊恐地将爪子藏起来，背着手，明幽努力地掐了自己屁股一下。大侠，大哥，我错了，我真不是故意的，你放过我吧。我家还有痴傻的姐姐，双目失明的哥哥，瘸腿的叔叔，疯癫的妹妹还等着我照顾呢。你再大点声啊，把刚才那人都引过来。可怜巴巴的忍住泪意，不敢说话。男子见他安静了，这才将剑放着桌子上，扯开胸口的衣裳。明幽发现这变态真是能忍，胸口血都流了一胸口，居然一声不吭。我有药，要不我帮你包扎吧。男子半信半疑地看了他一眼。你要知道，你血流成这样，不包扎挺不过今晚的。若等会儿有人来了，你跑都跑不掉。那你来，要是敢耍花招，我就挖了你眼睛。明幽十分配合地点头，却在心里翻了一个白眼。你想干什么？自然是给你包扎伤口，难不成我还会占你一个大男人的便宜不成？明幽嘀咕着给他伤口撒药包扎，一气呵成，动作熟练无比。你长得这么丑，我才不想占你便宜呢。明幽拿着小袋子使劲地往他伤口上撒药。男子看他动作熟练，原以为他是大夫。那衣裳款式极简单，料子用的却是蚕丝和银线混织而成，这么1寸料子足够皇城中普通人家吃小半辈子了。你是谁？
大侠饶命，我叫阿花，就是这城中的人，家里有痴傻的姐姐，双目失明的哥哥，瘸腿的叔叔，疯癫的妹。剑不留情地逼近他的喉咙。我叫琪琪，张口胡诌了一句熟悉的。见男子的神情少了一丝戒备，明幽不动声色地挪了2下步子，企图离着剑远一些。我认识你吗？明幽的眼里带着迷离，嫩白的指尖碰了一下他的眉心，片刻一惊，自己又缩回来。该是我认错了。他从小在宫里长大，外面认识的人不超过10个，又怎么会和这神秘的黑衣刺客相识呢？星谋，你放心，我记性很差的，立马就忘记了，什么都记不住。清华说，江湖上的刺客杀手，若是见过自己面的，知道名字的，一定会想方设法的铲除。明幽觉得他很可能一会儿就挂了。片刻，他将手放下来，装作失忆的样子。刚才你说什么了？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去。我就住在这里的。哼，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酒楼啊，难道我不识字吗？白痴！明幽提着气，正欲骂他时，瞧见他手中的剑顿时怂了，星谋越发确定这女人是地主家养的傻闺女。这天底下有本事将青楼理直气壮地说成酒楼的，恐怕只有他一个。找得到回家的路吗？当然。一个链子就落在明幽的脖子上。这个送你，做救命之恩用。以后若有事就吹哨子，会有人来救你的。这不是换狗的方式吗？星谋黑脸，明幽识相地住了嘴。好，我记住了。他怕说慢些就被灭口了。等他抬起眼皮，只见一抹黑色的身影从窗外跃出，屋子里便空荡荡的，留下他一个。明幽后知后觉地想起，耽搁的时间久，天色早晚了。糟了，回去又准备挨揍。明幽推开门就往外跑。抓贼呀！我不是贼，抓贼呀！抓女贼呀！明幽一路朝着后院跑，一边跑一边嘀咕：真是倒霉催的。明幽刚想求饶，就感受到一阵熟悉的温暖，仰着头看去是凤青姐。明幽一头扎进她的怀抱里，吓死我了，还以为被抓住了。凤青姐跃上屋顶将她放下。明幽瞧见她阴沉着脸，便知道要挨训了。你拉着我一点，瓦片滑，等会儿我掉下去了。那倒是省心了。一红楼里追贼的大队人马追到院子里，什么都没瞧见。这哪里来的贼呀？翠儿，你不是看错了吧？怎么会？我刚巧碰见他从我屋子里钻出来，真真切切的。这女贼还推了我一把，可依稀瞧着倒是个极漂亮的女人。这我们院里是女人多，可都是熟门熟脸的，陌生女人又怎么会来这个地方呢？我真是看见了，你该不是撞见女鬼了吧？然后追贼的人一哄而散，落荒而逃。明幽坐在屋顶上，我哪里像鬼啦？朕倒是看你越来越大胆子了，敢跑出宫了？哪里有？我和长风一起来，我和你说了。何时说的？在心底和你说的，你同意了的。明幽眼睛弯成月牙，离我浅笑，立马偷奸耍滑道：反正你自己没收到，可不怪我。明明是为了怕挨打这么投机取巧的，可凤青浅的心里忍不住甜滋滋的，气竟消了大半，只是面色依旧未改。朕决定取消你1个月的回财，以作惩戒。为什么呀？朕在心里通知了，你自己答应的。凤青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明幽无语了，干脆找个没人的地方揍他屁股一顿好了，让他吃1个月的素，这不是要他的命吗？凤七七，你太坏了，欺负人！正是月朗风清之时，明幽听到一阵极其特殊的声音：凤七七，有人在打架，还脱光了衣服。那个5大3粗长得像老鼠的在欺负一个女人，哎呀，他还咬人家胸口，真是太过分了，大变态！凤青浅一脸尴尬，明幽越发气愤，顺手摸索了一个小石头就扔下去。叫你欺负人，臭老鼠！什么人？明幽还没来得及看清，凤青浅便提着他跃到长街上了。凤七七，我们做回大英雄去救救那个女的吧！明幽挺着胸脯，一副女侠样。你没人去这种地方？酒楼我为什么去不得呀？我方才听人说的呀，去了这个酒楼比神仙还快活，我就想去看看。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找到比神仙还快活的东西，就被人抓到了。明幽没敢说刺客的事儿，酒楼、青楼，哼，傻傻分不清楚。听到他说是酒楼，凤青浅眼角动了动，欲言又止，终是没说话。
提着她回去了。方七七，我都这么大个姑娘了，你还提着我，我还要不要面子啦？凤清浅看了她一眼，将她顺势扛起来，一跃上屋顶。混蛋，他就不能乖乖的抱着吗？凤清浅内心表示，不将他扔下去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这几十号人在城中折腾的人仰马翻，他却在逛青楼，还偷看人家打架。我又不是牲畜，你还有点人性吗？连自己的媳妇都扛。他不扛自己的媳妇，难道扛别人的吗？用了3分力道，拍了他的屁股一下，警告道：谁养了？我好饿呀！凤清浅对于他这记吃不记打的性子头疼得很，真怀疑自己养了一头猪，还没来得及吃晚膳，当然饿了。凤清浅想到这小丫头挨饿，便于心不忍了，准备膳食。笨拙地夹起一块糖醋排骨到嘴边，正要张嘴时，忽然想到了方才在路上还生着气的凤清浅。方七七，我把我最爱的糖醋排骨第一口给你吃，能不能不要揍我了？后半句没敢出口。凤清浅接过，默默将排骨吃了。明妞早早的沐浴完，就躲在被窝里。明妞觉得整个身子都是又酸又麻的痛。下床的时候，瞧见被子上、床褥上有一滩暗红的血渍，小脸煞白，不敢置信。她这是得了什么绝症，要死了吗？吓得眼泪不住的流。明妞咬着牙，越发觉得身体不舒服。她要死了，挣扎着去寻了纸笔来，开始默默给自己写遗言，一边写一边哭，字没写几个，泪水倒是将纸张打湿了。凤清浅推门进去的时候，发现明优卧着在妆台前，一边哭一边写字，似有生离死别一般，忙过去。明优听到动静，转身瞧见是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凤七七，我要死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凤七七，我要死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凤清浅慌了神儿，可摸了半天也没瞧见他的伤口，瞧见他屁股处的裙子越发有血渗出来，眉心一动，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摸了摸他的脸，给他将眼泪擦干。是不是肚子疼？凤七七，我的汤都还没吃完，我不想死。明优伤心的已经听不进去凤清浅的话了，他要赶紧交代遗言了，不然等会儿死了就说不了了。不哭了，没事，你不会死。可我流了好多血，止不住。傻瓜，那是还有长大了。凤清浅不知该是高兴还是郁闷，这小丫头从小跟着自己在宫里，也没同龄的女孩子为伴，自然不知道月事这一说。我已经长大了，我都要死了，你还笑？凤清浅耐心地给她解释，这是女孩子长大都要来的，来了月事的女孩子才算是长成大姑娘。那我要怎么办？我流这么多血，会死吗？不会，是叫如意进来帮你处理。凤清浅出去叫了如意，如意进来一看便明白了，殿下不必怕，这不会死人的，每个女孩子都要经历的，以后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月事，每次大概3到7天左右。可我肚子疼得要死。凤七七，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血流不止啊。你怎么来了？你在哪儿？朕自然就在那儿。明优向来入睡得很快，凤清浅侧身，趁着烛火的光亮看向她。已经年方15的小丫头出落得越发好看，大有倾城之姿，细腻光滑的肌肤在隐约的烛火下透着光泽。边是开春，睡裙也穿得单薄，睡裙松开来露出优美的场景。凤清浅轻轻碰了一下她的脸，视线顺着锁骨看下去，浅见一丝白嫩的团子来。凤清浅眸子一动，不自然地动了动喉结。这小丫头是什么时候长大的？以前还和干瘪的四季豆差不多，想着身子不禁有些热了起来。凤清浅强迫自己将视线转移开，明优睡觉不老实，凤清浅的视线刚挪开，他便动了动，朝着他的方向挪过来，伸手不经意碰上他侧躺着的露出来的胸口。凤清浅觉得身子越发烫起来，可偏粘人的小妖精似乎并没有发觉有什么不对，梦里嘟嘟嘴吹了一个泡泡，继续睡熟了。默默将他手移开，凤清浅默念了10几遍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半点睡意也没有。瞥了一眼
那熟睡的小丫头。凤清浅在心里决定，若她再敢扑过来骚扰自己，那就怪不得她了，是她主动勾引自己的。只是天不遂人愿，屏气凝神的等了好久，小丫头偏不见有什么动静。凤清浅全身燥热的像是点了火，明目张胆的直接靠过去。明幽似乎感受到异动，微微挪了一下，不经意碰上凤清浅的手臂。是你先动手的，就怪不得朕了。眸里带着暗暗的欲火，俯身朝着她那又软又甜的唇亲了下去，心里泄出一片惬意的满足感来。她的小丫头总是这般的甜，令人忍不住想吃更多。明幽撑着她的胸口，眼睛瞪得大大的。凤七七在偷亲她，张口想说什么，才张口，强势霸道的气息立刻涌进来，被吻得喘不过气来。明幽挣扎着想逃离。别乱动！你居然敢偷亲我，老流氓！朕通知过你的，在心底。凤清浅又拿出当年的话来堵他，哼，不要脸！朕亲的是自己的夫人，要什么脸？盯着他那一张一合诱人的双唇，立刻俯身再次咬下去。明幽红着小脸，手脚无措，心里带着慌乱，可又衍生出一丝丝甜意来。别怕，我感觉你像是吃人的妖怪。你要快点长大，朕等不及了。我已经长大了，15了。15了。凤清浅咬牙，可他这么娇嫩，他可舍不得碰坏了。这可口的小果子还需要耐心等1年。凤七七，你在被子里藏了什么？凤清浅眼里闪过一丝无奈与尴尬。凤清浅拉住他的手，睡觉。哼，是他将自己弄醒的，莫名其妙。会跨过山海，你可以入梦来。如果相拥蓬莱，这份爱会盛开。这点银子就把你高兴坏了。你懂什么？这是我自己个儿努力赚来的银子。如意，如意，快来帮我藏起来。如意擦擦手进来了，正欲抱着出去的时候，藏好了，不许给他们知道。意识到这个问题，凤清浅的脸就带着不悦了。连朕都不许知道。等明儿个我再坑一笔，得找个隐蔽的地方藏住，谁都不告诉。你若是知道了，把我的银子偷走了怎么办？朕还稀罕你那点银子。明幽做了个鬼脸，哼，等他攒了银子，理直气壮了，可以偷偷溜出宫去闯荡江湖，买无数的糖葫芦、桂花糕、糖炒栗子，想想就心花怒放。凤清浅的压迫让明幽知道，谁拿着银子，谁有钱，谁是大爷。他也要做大爷，看凤七七以后怎么威胁他，打算自己偷偷潜出宫去闯一闯来着。凤清浅看着卧在软榻上，抱着双腿在那里傻笑的人，很不爽。这小丫头在偷偷想什么自己不能知道的，故意大力的扯了扯他的脸，将他从想象中拉回来。笑得太蠢了。笑得太蠢了。你刚刚偷想什么呢？不告诉你。躺在枕头上还想着自己的偷天大计。凤清浅眸色一沉，他们是一体的夫妻，还有什么事儿是他不能知道的呢？于是乎更想知道他内心的想法，恨不得钻进去，将他心底里的小心思一股脑的看透。把你的想法都说给朕听。那你还不是藏着秘密不告诉我？言外之意就是公平起见，都不说对方的秘密。朕是为你好，有些事知道的越少，你越安全。凤清浅不想将他卷入这阴暗见不得光的斗争里。我也是。四周的空气忽地冷了下来，明幽将脑子缩进被子里装死。凤清浅眉目轻动，未说话，闭眼睡了。明幽在宫里收了半天的东西，挑了好的出来。等天色晚些的时候，他便躲开了人群，抱着东西提着小花锄。明幽偷偷摸摸地去了凤七宫，找了个隐蔽的树下，挖了好半天，刨出一个洞来。若不是怕他们发现，该让韩月来的。这么大点坑，韩月随便一会儿功夫就能刨出来。将坑挖好时，他的宝贝全没了，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正想着是哪个不要命的敢捉弄到他头上。你在找这个？胆子不小，一个小宫女敢偷这么多贵重的东西？这是我攒的，我可没偷。都是那些女人自愿送上来讨好他的。明幽瞧着他，越发眼熟。你是上次那个变态刺客？我有名字，我叫星谋。明幽站在树下，伸着小手。哦，那你可以还给我了。星谋当没听见，依旧提着他的小包袱晃荡。明幽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你是哪个宫的宫女？明幽眼珠滴溜溜地转，原来他将自己误认为是宫女了。我是皇后宫里的掌事宫女。怪不得能藏这么多好东西。你再不给我就喊人了，就说宫里有刺客。喊吧，侍卫一来你便倾家荡产了。反正我有本事出去。从树上跳下来，将东西扔给他。你藏这么多东西干什么？明幽俯身将小包袱一股脑塞在罐子里。
将土掩埋了。喂，你装作没看见，不然我真的对你不客气啦。你很缺银子？废话，谁会跟银子过不去啊？要不你跟着我好了，要什么我都会给你。瞧了他一眼，猛摇头。我可不想有银子没命花，你一个刺客要什么人伺候啊？明优埋了东西，想走又不敢走。喂，你来宫里干什么？随便转转。明优警戒地看着他，这货该不会是来杀人的吧？默默往后退了几步。来人呐！刺客进宫了，快来人呐！这长乐宫你倒是比阵熟。说说今日去那凤栖宫附近干嘛？本是打算找明月，可听到附近的动静，便循着过去了。正巧碰见从树上窜下来的黑衣人。你不认识他？凤清浅听长生说了，带着些疑惑。我要是认识，干嘛还叫人来抓他呀？以后少到处野，出去带着个人。凤清浅别的都不怕，只是怕那种人是冲着明优来的。知道啦，这宫里又不是天天来刺客。再说了，我穿成这样，他指不定以为我是宫女，一个普通的小宫女，他抓我干什么啊？瞧着凤清浅没追究了，明优暗自松了一口气。还好凤七七没抓到他的把柄，若知道他私藏私房钱，还与其他刺客是老相识，估计今晚得挨揍。星谋趁着夜黑风高的时候又来了一趟，将明优埋东西的地方摸了个遍，发现东西早就被挖走了。这死女人怪聪明了，刚以为我回来抢东西，挪了位置。本打算将东西拿走了，狠狠收拾这死女人一顿的，竟然这般不厚道。怎么说他们也是共患难的，竟然叫人来抓他。韩月喜欢跟着明优，有样学样的，嚎叫着就俯冲过来，想扑凤清浅。你敢扑上来，朕就打断你的狗腿。韩月在贵妃榻旁识相的急刹住，榔头则是顶着明优身上，默默地看了一眼凤清浅，略带无辜和惧怕。凤清浅盯着他的榔头，把你的狗头拿下去。韩月默默地挪开来，哼唧了两声，自己寻个阴凉的地方卧着了。韩月可是最聪明的狼了。韩月似乎能听懂明优夸他，听见了这一句，呲牙露出笑容来。是啊，一只狼硬是给你教成一只狗。明优忍不住伸脚踢他一下。狗怎么啦？多可爱呀！这一踢，凤清浅猝不及防，扑通一声便落地了，小顺子惊掉了下巴。明优立马闭眼装死。我睡着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在远处乘凉的长风忍不住笑出声来。然后长风成功的倒霉了。长风，围着皇宫跑10圈。凤清浅舍不得折腾自己的小媳妇，只能将火将气甩在某些倒霉蛋身上。长风笑容扭曲，不公平啊！这是殿下闯的祸，怎么到他头上来了呢？陛下，这可不是我踢的您呐！再加10拳。我不是故意的，许是我长大了，力气大了控制不住，或者是你老了力气。感受到周围的气息冷了下来，明优识相的住嘴了。凤七七最忌讳自己说他老。朕今年才20有余。是啊，凤七七是天底下最好看最年轻的君主，怎么会老呢？说你老的一定是胡说八道。明优识相的转了话题，生怕惹恼了他。凤清浅阴沉的看了他一眼，意味深长的道：老不老，等你16就知道了。为什么要等到16岁？16岁和15岁不是一样的吗？就差着1年。凤清浅半眯着眸子，暗暗想：是，就1年，该死的1年。哼！晚些的时候，可明优心里烦躁，索性出来走走。只是没走出多远，就瞧见那抹熟悉的黑影。明优转头就跑，星眸一闪，堵在他前面。你不要过来，这可是宫里，上次抓你的人可还在附近。哼，你以为本公子会怕？我说你怎么隔三差五的就来宫里晃悠啊？这外面天高地阔的不好玩吗？明优怎么也想不到，不过几天的功夫又碰上这货了，心里悔不当初，正应了那句不是冤家不聚头。我是来找你的。明优心一虚，有些懊悔，早知道该带着长风出来的，看他还怎么张狂，装出小无辜样来。大侠，小女子上次也是为了自保啊，不是故意的。星毛其实未生气，只是上次一见便有些念念不忘，一直还记着这个女人还欠着自己一个说法，于是便每日偷偷的来宫里寻她了。你上次招呼人来抓我的时候，可是利索的很，没有半分的犹豫。我不是害怕吗？自我保护的本能吗？别人要杀你难不成还将脖子主动洗白白递过去吗？星魔听着，倒是有2分道理。想了想，于是便表明了态度：我不是来找你寻仇的，不杀你。那你一身黑衣到处瞎溜达干什么啊？听他这么一说，明优顿时来了气了，
不杀他，杀别人也不行啊。他在皇宫长大，也算是这皇宫的一份子，保卫皇宫，人人有责呀。看见星谋的脸色，顿时意识到现在自己处于弱势，说话不能这么冲。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没什么恶意的。我的意思是，外面多好玩啊，自由自在的，你为什么偏想不通要来宫里呢？你还去过外面？很小的时候出去过2次，如果不算皇城的话。星谋看着他这样子，突然觉得有些可怜，像是一只翅膀被折断的小鸟，一辈子待在笼子里。要不你跟着我偷偷带你去闯荡江湖吧。明幽眸子一亮，生出一丝向往来，随后想到凤清浅，眼神暗了下来。若他走了，偌大的皇宫，凤七七岂不是真的孤单一人了吗？摇摇头，我不想去了。星谋有些看不懂这女人，刚才还心生向往的，下一刻又如霜打的茄子了。你大晚上的去干什么？该不是你们那个小皇后虐待你了？明幽闪了他一个白眼，什么叫虐待他了啊？呸，应该是说他什么时候又虐待人了？他可是心善人美的小皇后，也不知哪个脑袋养的，传出这样的流言来污蔑他。明幽低声将今日发生的事情说了，只不过把皇后的身份换成了自己的。宫里的事少管，免得哪天瓮里被人害死都不知道。不会吧，我就是随便救救人。再说就是偷东西的事儿，又牵扯不到人命上来。星谋有些复杂，这个死女人在宫里待了这么久，半分自我保护意识都没有，难道真当自己是皇后，天天有人护着？明幽看他眼光里带着怀疑，立刻补上一句，我有皇后罩着。笨蛋，真出了事儿，你一个奴才会有人护着你吗？星谋手指一弯，狠狠地敲在他的额头上。你还说不是刺客？星谋眼角抽动，谁见过这般没有杀伤力的刺客呀？杀人这般儿戏的？谁跟你上来的？殿下啊？我自己爬上来的。长风自然是不信的，周围没什么梯子。不是你再给我爬下来，来我看看啊，不然我就去禀告陛下。那你先将我放下去。说的信誓旦旦的，等长风半信半疑的将他放下去，明幽一落地，转身就跑，比兔子还快。第二天，明幽被从被窝里提起来。昨晚谁带你上了房殿？明幽轻松睁眼来，虽然意识清醒了，可却装作一脸的懵懵懂懂。昨晚偷去浣衣局的屋顶干什么了？没有啊，我什么时候去的什么浣衣局，什么屋顶啊？明幽装失忆，打死也不承认。凤清浅将长风叫了进来，长风将事儿一五一十的说了。明幽在心里骂了星谋的祖宗18代，这人太没义气了。听到动静自己先逃了，害得他被凤清浅收拾，也不知能不能蒙混过关了啊！昨儿我是遇见长风了，可是没上什么屋顶啊。就算是我有本事上去，可我怎么下来的？长风总算是知道这死丫头想干什么了。长风哥哥，我那么喜欢你，你竟然为了拒绝我，竟然撒谎！哎，你耍诈！长风越是向后退，明幽却步步紧逼。你说的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凤清浅脸都黑了。这不关我的事儿啊，我是冤枉的啊！明幽这个死丫头，黑心肝的，连他都狠得下手坑。转身撒开脚丫子，先跑为快。瞧着凤清浅的脸色越发臭，明幽转头笑嘻嘻的，忽然窜过来，整个人趴在凤清浅身上。凤七七，浅哥哥！被那声浅哥哥叫的，凤清浅的魂儿都软了。天知道他这句浅哥哥究竟有多大的杀伤力，就算是要天上的星月，他也能给他摘下来。下来。不下，除非你不生气了。凤清浅觉得他再这么下去，他会瞬间化身为腹黑的野狼，将他吃干抹净的。骗人！除非你答应我，生气你就是小狗。好，朕生气就是小狗。喂，你来干什么？没义气的家伙，有事顾着自己跑。我叫了你2声，你自己看得入迷。若是我跑得慢些，他们便看见了，定会牵连你的。上次宫里的人发现我和你在一起是巧合，若这次被抓，那你真得跟着我走了。可他们一样质问我怎么上去的，总比被当刺客好吧？喂，我和你又不熟，离我远点，不然我就喊人了。好，那你就叫人过来抓我吧，这样也算扯平了。喂，你武功厉不厉害我不知道，但跑得比兔子快。
我这不是浪费口水吗？那要怎么做你才肯原谅我？明优很认真的想了想，要不你明晚在这儿给我带2串糖葫芦，要最大的山楂包裹最厚的糖衣。星谋伸手出来拉钩，明优勾上他的手指，成交。隔天晚上，明优没有等到星谋，暗地里又亲切而热烈地问候了他的祖宗18代。长风来到未央店的时候，顺手递了一个油纸包过来。是什么？从刺客手里缴获的战利品。明优打开，惊喜道：“是糖葫芦。”这刺客脑袋有坑吧？去哪找这么大的山楂？这糖葫芦你从哪里来的呀？就是附近一个在宫里瞎转悠那黑衣刺客，武功好得很。长风也搞不懂，你说大晚上的费心潜进来不说，这还到处瞎逛悠，也不见他偷什么东西，更不见他杀什么人。明优顿时懂了，默念了2声：“对不起，星谋，我错怪你了。不过山楂真的好大呀。”凤清浅洗漱过来，疑惑地盯着他看了许久。明优心里一紧，糟了，难道他被发现什么了？吃错什么药了？就不许我心情好吗？凤清浅总觉得他怪怪的，可却说不上来，于是只得放过他了。刚躺着，明优的小脑袋就钻过来，眼里带着笑意。出宫想都别想。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这个啊？除了惦记这个，你还会惦记什么？哼，这宫里无聊透了，我就想出去外面见识见识。想吃什么朕让长风出去买，想听说书的唱戏的朕明个请来。凤清浅是不会轻易放他出去的，丫头性子野得很，若是去惯了，便不会真的想在这里待一辈子了。喂，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看看外面的繁华热闹。朕命人在宫墙附近修建了一条长街，就和皇城里的闹市一样，应有尽有。你想看什么新鲜都有。明优转头缩回被子里，不要。凤清浅看着他不高兴，心也沉了下去，却死活没松口答应他。他的小丫头一辈子都只能跟着他，说他自私也好，专制也罢，他什么都可以退让，只有这小丫头一丝一毫都让不得。你看我亲手做的，好看吗？凤清浅实在无脸告诉他好看。你这石头为什么要绣得五彩斑斓的？这是凤凰！什么叫无形的打击最为致命啊？任凭凤清浅眼神再好，也瞧不出这石头有半分凤凰的形状。明优见他不信，还很认真地指给他看。No， 这是凤凰的头冠，这是它的翅膀，这是……说着说着，明优自己也蹙眉了。不对，这才是它的尾巴。凤清浅一脸怀疑，他自己绣得乱七八糟的，连他自己都认不出了。好，我还是拿回去吧。明优自己都没脸说下去了。凤清浅伸手一把夺过，送出去的东西哪里还有要回来的规矩？等我重新给你绣一个吧。凤清浅比明优更了解他自己，他这耐心呢，等他再绣一个出来，估计他们的孩子都会满地跑了。果断地将荷包带在自己的身上，等你绣好了再说。长风外出回来，瞧见凤清浅身上的荷包，细细地瞅了一眼。陛下，说你这身上丑东西是什么？明优磨牙，长风这眼睛是白长的吗？这么讨厌！朕书房有封信，你送出去一趟。陛下，属下刚回来。凤清浅冷清的目光看着他，长风摸摸头，小跑着去，生怕慢了一步，凤清浅就打断他的腿。你拿下来吧。朕觉得好看就行。你怎么来了？还好没掉下去。凤清浅深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收回目光来。喂，你走路怎么不带声音的？凤清浅脱了外衫，跟着他钻入水中，默默地挤了过来。你不去你的大池子，来我这干什么？这里水烫。胡说，这水都是一样的。不信你可以过去看看。不去。明优觉得他靠得太近了，近的他呼吸都有些小心翼翼的紧张。你推开，别凑这么近。凤清浅身上的热度源源不断的传过来，惊得明优心里似出了一只小鹿。近吗？凤清浅俯身离着他更近了一步，明优有些涌热起来，鬼使神差的就碰了他胸口的肌肤一起。手感如何？我不是我摸的，我不知道。明优慌了神，这还是自己吗？天哪！他一定是入魔成色狼了吧？竟然会去占凤七七的便宜。那朕许你再摸一次。说着，将他的小手按在自己的胸口处。我没什么感觉。这件奸夫淫妇就在里面，快去将他拿下！
你们听本宫说，本宫什么都没发生。明悠觉得他越说嘴越笨，凤清浅则是悠然地躺在地上，一脸的惬意。哎，你们别走啊，听本宫说。明悠欲哭无泪，他这下真的说不清了。全天下的人都会觉得他明悠南幽国的小皇后如狼似虎地扑倒了南幽国的国君，强行占了这个君主的便宜。哦，他跳水里都洗不清了，你故意的。故意什么？怎么能说是朕故意的？朕可没叫他们闯进来。你故意让我再一次摔倒在你身上的，不然他们也不会瞧见。那是朕手滑了。明悠连着跺了好几下脚，却又拿他无可奈何，打又打不过，骂又骂不得，只得咬牙去了。在干什么？走过来瞥见书名皇后在上，皇帝在下。这是什么？哦，今日抢回来的书。见凤清浅过来了，明悠将书挪给他看。这些人胡说八道也就算了，还敢胡话，我就只是扑在你身上，什么时候脱你衣裳了？然后又翻开另一页道，为什么画上的人都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动作呢？凤清浅定睛一看，不淡定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根本就是春宫图，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字而已。我也不知道，从小贩子手里抢来的。明悠看了几页，可都是一男一女相拥，或者奇奇怪怪的。以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需要。哦，无意瞥见凤清浅耳根子有些红。哎，你耳朵怎么红了？刚才沐浴水有些烫。他总不能说是因为瞧见那小册子忍不住浮想联翩吧？算了，自己辛苦养大的小白菜，还是让他多单纯2年吧。明悠在屋子里小憩，远远地听到如意说话的声音，另一个声音也十分熟悉，吓得他瞌睡都醒了。你还真在睡觉啊？这辈子我只见过一个比你能睡的。谁？猪？凤七七？哎，我错了，别喊了。明悠转了转身子，打了个哈欠。小皇后，你这么瞌睡，不是怀孕了吧？怀孕？对呀，你们都在一起睡了这么多年了，有孩子也不奇怪呀。明悠疑惑地捂着肚子，睡在一起就会有小孩子？你除了还能睡，能吃吗？那喜欢吃酸的吗？我去给你找太医。店内的气氛很诡异，许太医一脸尴尬。许太医，你确定小皇后真的没有怀孕？她怎么是睡是吃，而且喜欢吃酸的呢？她从小都是能吃能睡的，喜欢吃酸的。凤皎月知道自己闯祸了，唏嘘地摸摸鼻子，迈着唏嘘的步子跑了。明悠对上凤清浅的眸子，我不是故意的，谁知道四公主说的跟真的似的？她说我们睡在一起就会有小孩子的。凤清浅差点没吐血，她该如何解释此睡非彼睡呢？没事，以后少听她胡说。阿优也想要个孩子吗？听清华说生小孩很疼的，会死人的。她也没想过有孩子到底好不好。你想要吗？想，可朕却不想你生。朕的母后就是为了生朕死的。凤清浅怕他出事儿，也熬不过这般，只是因为怕，所以不敢轻易要。要不让宫里的妃子生一打，想要什么的都有。凤清浅皱眉，这小丫头还想将自己推给别人？不算了，那以后那些小孩子成群结队的欺负我怎么办？哎呦我的妈！王莲那边来信，说是梁生姑姑不行了。长风，准备马车，让长生来代替镇守着。陛下，万万不能啊！这梁生姑娘身子不好，能接到消息的不只有我们，姑姑还是戴罪之身。这南宣王和大王爷他们都紧盯着呢，出不得半点岔子。你想想，姑姑这么多年的苦心，在那艰苦的地方待了10几年，不就是想护着你，让他们寻不到半点机会吗？凤清浅握紧的手又突然松开了，眼里有悲凉。下去吧，此事便当作不知。为什么不能去看姑姑？当年凤清浅登基的时候，明悠还是只会嗷嗷哭和吃的小丫头。因为姑姑是一辈子的戴罪之身，若朕去瞧了，便是大逆不道。什么？当年朕的上位并不是什么先帝遗旨，先帝死得很仓促，根本来不及拟旨。可听他们说当时是有圣旨的，那是假的。是，当年那道圣旨是姑姑找人造假的，事后圣旨存入太皇太后处时，被皇太后察觉，想翻看时，被姑姑铤而走险的将圣旨一同烧了。姑姑本想着一起随着大火走的，奈何救火的人及时将她给救了出去。明悠听着都有些紧张，这当众造假，将假的说成真的，确实是一招险棋。等众人有疑惑之时，圣旨早已随着太皇太后宫里走水的事情烟消云散了。朕对不起姑姑，明知道姑姑是为了朕，可朕
却只能将他作为罪人处理，送去一同为太皇太后守灵。这不是你的错。若你做不成皇帝，现在去给你守灵的便是我了。凤九九他们能放过你吗？要不我替你去吧。你不是从小就说帝后同为一体吗？我们是夫妻，我去不是和你去一样吗？我是皇后，这后宫我想去哪里我说了算。不行，小丫头不许跟着掺和。你前儿还说我长大了是大人要自己吃饭的。你们男人果真是不能信，宁愿相信世上有鬼，也不能相信你们这张嘴。你乖乖的在宫里，不许掺和这些事。那你当时不娶我，不是更好？你3岁就将我拖入这场斗争里了，现在能让我置身事外吗？明幽未等他做出决定，独自跑到桌子旁边，将桌子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扔向店门口。凤七七，你个大暴君，王八蛋！瞧了瞧四周，又跑过去将墙边的花瓶举起来，可仰着头看了看，不行，这个很值钱。然后四周溜达了一圈，捡了一些相对不值钱的砸了。你这店里就不能放点不值钱的吗？凤清浅又气又好笑，这都是你亲手砸的。看着满地的银子心疼别和我说话，心疼的紧巴巴的。然后自己个儿转身就跑了。凤清浅给小顺子一个眼色，小顺子立刻就懂了。降旨下去，皇后为宫中表率，却一味由着性子胡来，送回将军府，禁足1个月，严加看守，无朕口谕不得任何人探视外出。